现在看到这种大柜子都感觉头疼，似乎这种柜子在安装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。这是卫生间的零冷水单向阀，在上面加一个3通，这个3通是老板拿过来的，公口对公口这么接得上，然后我给他换了一个活接3通，这样呢他接双盘的话就好接多了。用这种活接3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1.8米的实木棍儿，这棍儿老重了。现在开始我们的前期预组。由于卫生间的地面是有坡度的，然后在柜腿的下面是有调节螺丝的，进行一个调平。双盘加这么大的台面，怎么也得有100多斤吧，2个人抬还是比较省劲儿。调节好我的支撑器，因为这个进柜也很大，1.5米。这个进柜呢没有做1.8米，是因为在右边它是留了2个开关和插座，然后做了一个小侧柜。现在小侧柜呢刚好压着开关和插座。现在整个最好的方案呢，就是用这个小侧柜把插座开关的这个洞全部都堵掉，然后把开关和插座引到外边来。侧柜下调，进柜也要跟着下调，但是水龙头和进柜已经挨得很近了，所以整个台面和主柜体也要下降。在这个小侧柜上呢，要开2个洞，然后我们装开关和插座。但是这边还有一个毛巾杆，不过感觉空间也够，在我们开关的话影响不大。如果不做调整的话，这个缝隙太难看了。现在方案已定，刚才预组的全部都拆掉。现在我们把主柜体的4条柜腿全部都拆下来，拆下来以后把这个柜腿做一个切割，因为它是实木的，我们可以切割。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比较高的柜子，客户身高比较矮的，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。这也是我们现场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。不过这个切割的过程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非专业人士这个切勿模仿。像这种柜腿，根据客户的身高，我们可以随意切割，3公分、5公分、7公分都可以随便切。而且这样安装回去是丝毫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的。遇到这样的问题呢，我们也不能嫌麻烦，因为我们安装也许就是半天的时间，但是对于客户来说可能要使用几年甚至10几年。当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既然我们愿意把这个事情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好，客户也应该理解，适当的必须给师傅增加一定的费用。现在这个车柜下降2公分以后，把这个插座的孔呢就堵上了。不过就为了追求这一点完美，我们这个活呢总体进度可能会延长1个多小时。这也许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工匠精神吧。如果工匠精神能和所有师傅的收益画一个等号的话，我觉得所有的师傅都能做得到。而不是像现在的网单平台，把价格压到最低，然后要求师傅做到鲁班的工艺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估计能装得上去就是个奇迹了。也许其中的辛酸只有我们每个师傅最清楚。这个开孔器在我车上已经算是最大的了，这个是7.5的，开这个孔应该很合适。橡木的柜子木质密度比较高，所以开孔很费劲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用开孔器开孔都在冒烟。作为一个工具爱好者，这么小的电钻开这么大的孔，而且木质还这么硬，简直太残忍了。安装这个小车柜，我们只需要在上面打1颗螺丝就够了，因为我们在下边要和插座的底盒连接，有4个螺丝固定，这样是非常结实的。这个开关和插座这样装上感觉也挺合适。木板的底边呢留了大概半公分多一点，没有切通，这样看上去比较完整。这几天呢是我们这儿1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了，只要一干活就出汗，太热了。底柜和小车柜现在固定好了，那么我们下一步装进柜呢反而成了最简单的活了，因为位置呢已经全部都定好了。玻璃钻头打孔，冲击钻头加深，这就是目前打孔最高效最安全的打孔方式。
现在柜体我们都安装完成了，下一步就是接水管和接下水。两组冷热水管就接在刚才我们的3通上就可以。这个下水管有点奇葩，这是店里老板自己改装的。柜子里面的空间有限，这样装的话感觉太难看了，而且会影响它的排水量，得想个办法做一下整改。考虑了再三，还是拆掉一根管吧。然后这个3通呢，我们把这个4口打磨掉一部分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塞到50的 PVC 管里面。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一根管，两边的下水管呢都接进来。PVC 管呢还略有一点长，这个部分呢直接裁掉，这样还可以降低安装高度。两边的排水管呢接到一起，然后直接插到50 PVC 管里边，感觉这个还非常的紧密。现在放水测试，检查2根排水管是否有渗漏，一举两得，给业主也整美观了，给店里老板还省了一根管。最后打胶安装挡水条，现在好多业主都不喜欢这个挡水条，所以安装之前要问一下。如果不要的话，就省掉这个环节了。不漏水的情况下，我们把所有的抽屉全部都恢复。这种镜子呢，在安装好以后，很多会存在高低差，所以要调一下。最后给店里老板美美的拍上几张照片，正所谓安得好不如拍得好。临走之前呢，给大姐帮个忙，这是大姐在网上买的一个床头柜，这个床头柜不简单呀。不光有灯，还有音箱、蓝牙、充电器，老厉害了。这么牛叉的床头柜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感觉这老贵了吧。而且这个灯还可以3色调光，帮助别人快乐自己。走，摄影师，下一家。